你知道这次我觉得最恶心的，我来形容的一件事，各位我不知道，那应该不是 AI， 如果是 AI 我就要道歉。川普呢，人家问他为什么把一个小学炸了，死掉160几个、170几个，他讲什么话呢？他说不是我们炸，我们发现的是他们自己炸。然后他为了要证实他不能自己讲，他就马上跟战争部部长讲，对不对？你说对不对？他说对，是对方炸的。你不觉得中间内阁中心到完全没有道德，完全没有基础，把世界搞得一塌糊涂？针对这场战争，没有想到现在是副总统范斯要带头造反了，捅刀川普。等一下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美军现在的最新伤亡数字，我们也带观众朋友稍微来看到最新的数字，来自于美国国防部的证实。他说目前是7名美军阵亡，另外140个人受伤，当中8个人伤势是重伤，非常的严重的。会不会影响到期中选举，拉起了警报呢？共和党现在也在分裂切割，要自保。我们今天就这些政治议题一起来看看，对于美国国内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好，来看到的是，确实这场战争已经影响的就是美国政治的分裂了。川普自己坦言的，他说他现在跟副总统范斯在伊朗这场战争上面的问题已经完全的不同调了。因为范斯他主张的是，美国你不应该这么多的介入海外事务，应该减少对于海外的军事介入。美国不应该再让自己陷入在中东的战事的泥淖当中了。那么最新消息，我们也来看比较敏感的事情是来自于美国媒体最新的爆料，内部在白宫出现了权力斗争，也就是范斯跟他的司法部长疑似透过公开爱普斯坦的这个档案来对抗川普，而川普知道之后，当然绝对是震怒了。他说，如果自己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被迫下台的话，他会摧毁范斯未来的总统之路。川普不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他也有具体的行动。他的行动就是选在原本就不挺川普的海湖俱乐部的金主面前。我们来看到他来到了海湖俱乐部讨论2028年的总统接班的候选人。那么可以看到的是，当天晚上这一些的金主几乎是一面倒的。大家都是比较支持卢比欧，远高于范斯的。现在其实共和党内面临非常大的期中选举的一个压力，又再加上范斯现在公开唱反调，难道范斯已经在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铺路了吗？这一枪出来，接下来对于共和党还有期中选举的冲击又有多大？岳老师怎么看？我看了一下报道就是说这个 Halfway Post 当中这个消息当中我没有找到，但是我觉得这里头的话呢，有几点是可以谈的首先，第一个，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个川普打这场战争里面出现了非常吊诡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这个美国人的话呢有意见，像 F-15这么好的战斗机舍不得卖给我们的，居然被友邦科威特自己打掉3架那到现在也没有任何解释。你说打掉1架的话呢，以前 F-18大黄蜂掉下来，大家可以了解就是友邦误击，那连续误击3次，那你就这个真的是到目前为止，我问了所有的人得不出来，因为说句良心，我们不是军事记者，但是我们会了解到。第二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这段时间的话呢，卢比奥出现的几率比范斯多得多。范斯基本上成了隐形人，都没听到。那原来是部长叫邦迪也不见了，原来都是很捍卫。邦迪前一阵子的话，还是为了这个爱普斯坦案的话呢，跟这个美国国会大吵一架，吵得非常凶那但是呢，现在呢也好像都没有出现了。但这个消息讲呢，美国的共和党的内部出现了这个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11月的时候的中期选举是美国有很多人要选举，要选州长，要选众议员，那你现在搞成这个样，他怎么选对不对？大家据说就是说可能会掉下的位置那么这个川普变成跛脚，几乎是已经确定的事情。那美国的川普总统第2任变成跛脚的话，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因为他干了每一件事情，他起码就会被遭遇到我初步保守预估，他会被弹劾250次。这个是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因为这个的确就这样子。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呼应一下那个伊朗本身人家是一个3000年的一个民族嘛你在现在的话呢，你越打。我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忍心讲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抗战时期的时候，那个历史的痕迹让这个民族透过历史的解释会变得更强壮。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是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军，朗朗上口？伊朗现在就这个局面对不对？那你现在美国的话，250年大家只急着发财，那怎么拼了？所以为什么长期来讲，没有美国总统不想打伊朗的，那只有川普敢。
然后呢，伊朗本身来讲呢，这个哈梅内伊呢，他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压制住伊朗的话呢，就是封锁荷姆斯海峡。现在这2件事情在这个礼拜都爆发了。我跟你讲，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善了。而且川普自己发明个无条件投降是由他来定义的。那他讲说他要结束，那怎么可能？我告诉大家，伊朗的结束方式就是所有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全部滚蛋。就这么简单。好，所以这场战争我们也刚刚看到了嘛，持续的影响到美国自己内部共和党的政治分裂。那还有哪一些呢？等一下请聂老师持续的带我们看。现在在美国可以说整体都烧起了民众的怒火，民调也显示了现在60%的美国人其实都是反对对伊朗动武的。而且呢，现在这几天可以看到，包括了在50多个城市，在美国已经爆发了反战示威，大城市当中包括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到芝加哥，民众都高喊停止战争，痛批川普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并且这一股抗战的反战的风潮已经蔓延到欧洲了。伦敦街头数万人同样的是走上街头怒火，加拿大多伦多示威者则是在美国的领事馆外抗议。再来，欧洲的政府也跟美国保持距离。西班牙说不会成为这一场战争的帮凶，这是共和党最大的政治炸弹了吗？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人生、国家或任何人都应该遵守人生的2个红线。第一个呢是道德，第二个是法律。可以看一下川普现在的行径行为，他有遵守任何的道德吗？他有任何法律的规范吗？完全没有啊！所有东西国际法他说了算，人家所有人用国际法束缚他，他说我不认国际法，那个法都不算的。反正他说了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请问从道德和法律的标准之下？ 除了很怕他，必须好像这个卑躬屈膝来听他话的人，请问会不会反感？因此，不管内外，都一定会有很多反对声浪，甚至一些中等以上的强国，过去都是白皮肤白种人，跟他这么友好的一些国家，为什么一到我们的对岸中国去这个不要说示好，带着这个经济财团这样去做一些经济的互惠，就是因为大家对现在美国的所有的行径已经没有办法接受。 当然，只要稍微有良心道德的美国人也好，哈，或社会一些知识分子，或者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良心人士，你会发现，就一定会集结人去反他的行为，甚至已经牵扯到了这个行为就是整个美国的动作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问题很大。当然，从美国政治体来讲，当然川普的行为，当然他就是一个共和党、民主党的对峙，在共和党从一个政治素人已经拔擢出了变成总统，而且任了2任，分开的2次的离任。 这个总统呢，如果他做得好，其实他的魄力能力其实是被大家肯定的。但是因为他做的是很多道德和法律上的疯狂举动呢，造成大家没有办法接受。因此，当然自己共和党的政治负担就真非常之大。民主党当然这就可以有机会见缝插针。所以以川普来讲，不管在任何时候的反复无常的话语，或很非常自豪的话，只报人家之短永远讲自己之长，把自己的这种弱点藏起来的这样的问题。 一定会出问题。各位，我先要讲一个东西，你知道我稍微研究过川普这个人。他在年轻30几岁的时候，他常看电视，很关心政治。他以前就想选总统，而且说他一定选得上。各位你要知道，他当时我爬出他最讨厌一个总统是尼克森，他觉得尼克森做得很烂而且被弹劾下台嘛。但是他最欣赏的总统就是雷根 ，Reagan。他40几岁的时候，你会发觉雷根从1982年到1982年，他很多行径都在学雷根。 包括你知道广场饭店他会买下来，是因为广场这个1985年9月20号跟这个美日英德法5个国家开了广场饭店协议之后，他在2年3年后把它买下来。你知道他去拜访雷根的时候是带着什么眼光？连续去了好几次，你去稍后你就知道，他一直很多路线都跟雷根走。他很讨厌尼克森，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有一部电影就叫《尼克森》，就是尼克森。尼克森当时被人家反对，就是做了一件大事。为什么？大家知道越战1955年到1975年20年。 这之间，尼克森1968年上任，他做了什么事？他上任以后，他做一个动作，说打太久，他消耗战太强了，我们没办法接，我要撤军。这是好的。结果呢，他偷偷做秘密行动。1968年说要撤军，是暗地，就跟川普一样，表面说撤军，在1970年相反做了一个叫 linebacker 的行动，叫做后卫行动。你要干嘛呢？去扩大秘密轰炸柬埔寨、辽国。 为什么？他这个因为北越南越的战争，他为了南越要去去封锁那个胡志明小道那个北越的地方，他就乱轰，就轰了以后，就像现在他打伊朗一样，召集群起激愤，你知道吗？愤怒，而且非常多的美国人在里面也是一样反抗，就像你刚刚讲的，在美国人也是反抗只是当时呢还在校园，因为反这件事
反他的秘密行动扩大的这个秘密去炸这个柬埔寨辽国，而在校园开枪还死了好多人。尼克森当年的事情呢，也因此呢被非常多记者在挑衅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撤军，还去扩大去攻击柬埔寨辽国的事情。他不是发生在他身上吗？你不觉得在政治就会产生很大的负担吗？你觉得他还能够撑多久？我真的是很怀疑啦。但是当然，他现在所有的政治内阁全是中心内阁，他原来把他自己封锁的死死的、好好的，对不对？这个防线的确很强。可是你知道，全部都怕他了。你知道这次我觉得最恶心的，我来形容的一件事。各位，我不知道，那应该不是 AI。如果是 AI，我就要道歉。川普呢，人家问他为什么把一个小学炸了死掉160几个、170几个。如果这是真的话啊，我这样讲，他讲什么话呢？他说不是我们炸，我们发现的是他们自己炸的。结果假设是真的哦，你知道这个话绝对是假的嘛？然后他为了要证实，他不能自己讲，他就马上跟那个赫塞斯战争部部长讲，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各位去爬一下，他说对，是对方炸的。你不觉得中间那个中心到完全没有道德，完全没有基础，胡乱把世界搞得一塌糊涂？你觉得有道德良心的人能再继续支持川普吗？就算你能力再，就算你再有钱，就算你再有 power， 就算你再要 MAGA 把 America 要 make great， 人家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了。好，所以现在其实面临很快的今年的11月份期中选举，川普除了面临自己来自于人民内部非常大的压力，还有甚至是共和党内自己内部人士的压力之外，其实另外一个压力则是来自于全球会给他的压力，也就是这个能源市场的压力。因为荷姆兹海峡现在几乎瘫痪了嘛，国际油价狂飙。虽然美国是很重要的产油国之一，但是确实它有1/3都还是仰赖进口的，也代表是说这个国际油价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到这个川普的，那么也会让美国的经济受到波及，尤其是《纽约时报》最新也报道了说，这一场战事继续的下去，那么影响的就是通膨了，可能从2%今年升到4%，经济成长率从2.4%，今年预估会下挫到只剩下1.6%。川普还能打这一场不对称跟伊朗的这个战术吗？干哥怎么看？我要在历史上面留名，这些都可以被牺牲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哈，你有没有想过，美国自己本身是最大的产油国啊，对不对？其实老实讲一句，伊朗他把这个油路给封了，然后把荷姆兹海峡给封锁了，那川普为什么要怕？好，我现在坦白跟各位讲，因为美国自己本身身为最大的产油国，但是它仍然需要靠1/3的油来进口。为什么？因为美国所生产的油大部分都是轻质原油，就是用在汽车，生产出来的是汽油。可是你要飞机用的油，或者是柴油、重车用的油，那叫重型原油，就没有了。所以它必须要从外面进口，所以它自己出口1/3，它又进口1/3。然后呢，美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战略储备油田在哪里？在路易斯安那跟德克萨斯州的地底下。在就是盐湖，它外表都就看起来就像盐沼一样哈，就是盐池一样。那事实上，他们就是因为那是个很干燥的地方，很容易储藏这样的那个石油，经久不会变质这样。那问题是，你知道美国这个最大油田可以储藏多少吗？它4座油库可以储藏4.15亿桶，平常。如果要打仗的话，共可以存7亿桶，这就是他们准备要打仗。现在他们没有达到这个数字，现在大概在4亿桶上下。那可能这样子大家没什么概念。我现在就讲好了 ，IEA 就是国际那个能源总署，它自己本身有32个会员国，但是32个会员国，美国除外哈，32个会员国加起来是多少？它有多少储备？12亿桶。美国的7亿桶就占了人家的1半有多，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国它自己本身它是产油大国，但是它也很被动遭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嘛，它要进口也要出口，所以那个油价不是那个什么全国连锁加油站可以决定的，不是这样。那完全要看国际局势以及经济态势。跟国际现实，这些很多复杂的原因加起来，你才可以看到布伦特原油为什么几天之内冲到100，它会再往上冲的。
现在听说到113掉下来一点，可是它明天又会再涨上去。其实到$120一桶就已经是美国的一般中小企业的负担上限。大家就看到说，在这个情况底下，荷姆兹海峡如果没有早日开通的话，对于全球影响很大，对于美国自己本身的影响更大。所以我认为说，川普在这个地方，他总是到最后一定要听一下，拜托卢比欧跟你讲的，你要听一下嘛，对不对？的确对我们国内的经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时候，你那时候 GDP 你就不能不管，就国民的感觉你就不能不管，因为那也牵涉到你跟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会使你的那个贸易额跟那个指数下降。那对于美国来讲，对于中层老百姓占大多数来讲，对于他们的收入一定有绝大的影响。这就是海湾战争、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来所造成的结果。那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在伊朗的战情，尤其现在最新川普的放话要抹除掉整个伊朗哦。那么伊朗现在则是喊出要圣战，洲际弹道飞弹预估他说了可以飞到射程到纽约跟华盛顿。以色列的部分则是开始备战7000枚的飞弹，中国大陆则是送出了它的超高音速的武器来压境吗？中东的开战倒数，今天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的是，中国大陆这一波是真的会把它的武器，我们看到的是各种的飞弹持续的搬进中东吗？那如果真的搬进来的话，美国的林肯号即将到的林肯号还是王牌吗？还是成为一个废铁呢？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做军武面的关注。再来看到是川普现在嘴巴上面喊的是要抹除伊朗，而且接下来就是林肯号也快要到中东地区了，他到底会不会按下一个开战的关键呢？还是演一出吓人的心理战而已呢？这是第2个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当伊朗喊着要圣战，以色列则是传出要对伊朗打7000枚的飞弹，这一场仗可能从哪一个点会开始失控？是伊朗先出手，还是以色列会来先做清算？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中东战事随时引爆，因为川普已经说过，他很快就会下令对伊朗来做动手了。那么我们来看到，只要能够推翻伊朗政权，来自以色列的说法，我们愿意承受来自伊朗700枚飞弹的轰炸，也在所不惜。确实，现在伊朗已经做好了这个完全战争的准备哦。伊朗现在说呢，正在为以色列的最后一战做足了准备，这是来自于最高领袖哈米尼军事顾问说的，并且警告了川普，只要你敢动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是你在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宣战了。接下来，伊朗就有可能做的反制是号召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士兵上去，一起共同发起圣战。我们要来看到除了在这个外交上面、政治面的喊话，在军事上，伊朗也有所新动作了。目前来看到的是它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伊朗在获得了俄罗斯的批准之后，首度完成了射程高达1万公里的洲际弹道飞弹的试射。范围是足以涵盖在美国的纽约跟华盛顿的，这是来自于 X 账号的最新报道。来看到美国国防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已经进入了高度的戒备，增调它的防空系统来到中东。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武器现在又有什么的新进展呢？最新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来自于 X 的账号也特别做了一个分析，说中国大陆的各种高超音速巡航或者是滑翔飞弹在内已经逐渐的往伊朗这边送过去。X 博主 War 也特别做爆料了，大陆近期伊朗收到了大陆的红旗9B 防空飞弹系统之外，还有至少16架的中国军用运输机直忙的奔往德黑兰。而川普最新发文，他也说了，如果我真的如外界所说，你们要把我暗杀的话，你的伊朗就会从地表被我们美国给完全的抹除掉。而美以确实在军事上，刚刚讲的是中国大陆的军事准备，美以在军事上也做了大幅度的一个戒备跟部署。来看到的是，美国做的是最新向中东加派了爱国者跟萨德的飞弹防御系统之外，还有雷射导引反无人机系统也抵达了科威特的空军基地。美军的 F-15战机预估会集结总数达到24架。
另外就是林肯号预估在这几天就会正式的到达中东，以色列也喊话可能会发射超过7000枚的飞弹，现在都已经对准了伊朗。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出动，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系列的巡弋飞弹DF-26等等，还有它的红旗9B 的话，真的进到中东，那么美军的航母，尤其是林肯号，还敢不敢靠近？这些武器能够把航母给击退吗？将军怎么看？我觉得以色列现在跟伊朗还有美国这3个国家哈，真的是如果说一不小心这个3个国家情势有误判的话哈，极可能就擦枪走火。因为伊朗现在从上次的暴动事件到现在，我们可以说将它形容成一只已经受了伤的野狼哈。这个受了伤的野狼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现在正在这个也是在惊慌失措当中。如果说稍微有一点刺激，它可能反扑的力量是会很大的。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历来从几次的中东这个以阿战争，我们就看出来，以色列一向采取的策略就是先发制人，他绝对不会等到这个埃及国家或者是说阿拉伯国家对他发动攻势以后，他才采取防御式的反击。他通常都一定是先发制人，因为他的国土战略纵深小，他可能承受不住第一击。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说伊朗有个风吹草动，那以色列会不会就采取以往的战略先发制人？那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也处于在这个受伤的状况之下。那如果说美国这时候对他有任何刺激，他会不会给你来个鱼死网破？就对以色列或者对美军在中东基地的各个基地来实施发动攻击哈。那当然这一波来讲，我们从之前有听说过中国将这个这个红旗9这款导弹运送到伊朗，我觉得这可能性是有的哈，因为红旗9属于防御性的武器，它属于这个区域防空的一个导弹，射程概略是200公里。那伊朗可以将它护卫到它的德黑兰或者是它核设施或者重要的军事设施附近来做一个区域的一个防空。当然不可能达到全国都防空，可是对这几个地方来讲的话，它只要防护它自己本身领导阶层，避免被斩首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我认为中国如果说将东风26、东风27，还有鹰击21这几款的这种大杀器，如果说提供给伊朗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了因为这个按照地缘战略来看的话，中国目前也不太愿意将这件事情做得太过头，得罪美国因为毕竟来讲，美国是最大一个这个对中国来讲还是很大一个强权的国家，他不愿意不管在经贸或者是地缘上面跟美国结下这么深的仇怨。那因为这几种武器确实是大杀器，如果说搬到伊朗去对美国来讲的话，它的航母我认为是确实是不敢靠近，因为我们从这个美国现在来讲，我们看到它的航母大概就很少靠近第一岛链附近了，这态势已经很明显了。甚至于在南海那边，我们看到因为中国有东风这个26、鹰击21等等这些导弹，这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也大概都在这个南海的南边这个很少靠近北边，因为他也担心如果说是万一一个擦枪走火，他会承受不住这些攻击。这几款的导弹有几种特性，第一个它都是超高音速所以它速度是快到你很没有办法去拦截的。第二个它都是会变轨的，所以你更难拦截。那你可以说这几款导弹有没有打给美国看过？我特别要讲，还真的打过，而且还真的打中过靶船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它分别从中国的这种东南部大概是江西这个地方的导弹发射阵地，跟这个它的西北地方甘肃这边分别发射2枚不同款式的导弹。那在同一个时间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射，但是却在同一个时间可以命中南海的靶船。所以这几款大杀器，我想说中国大陆不是在吹牛的，它确实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觉得美国来讲的话，它当然它不愿意去赌这个。那在中国或许双方还可以借着外交，借着高层通话来处理一些问题。那对伊朗来讲，如果说是美国来讲没有办法通话，那可能所要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可是我认为中国大陆大概不至于会将这几款大杀器提供给伊朗。
好，针对看起来中东战事一触即发，中国大陆或许看起来还是会特别的留一手，有一些的武器可能还是不愿意提供给伊朗的。那另外一方面，川普呢，他最新我们要来看到美国又部署了哪一些武器？刚刚看到伊朗部署的武器，还有中国大陆给的武器之外，我们来看到美以现在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准备。这时候川普也喊话了，他说他有收到一些消息，说有可能暗杀他的消息，来自于伊朗的情报，他自己得到的情报。那他也说了，他已经下达命令了，一个密令，如果说他被暗杀的话，他就会把伊朗从地表上抹除掉。这是来自于川普的最新发言。那么，美国跟以色列又祭出了哪一些武器部署好来做准备呢？我们请导播来 take 一下 CG， 包括了美国的官员自己证实的，向中东地区加派了爱国者跟萨德防空系统，还有刚刚讲的反无人机系统 F-15战机林肯号，还有以色列的7000枚飞弹。林肯号都快要到了，川普现在是准备开打了吗？或者是说他还在等什么？那伊朗说他有可能发动的这个圣战，有没有可能扩及成全球恐攻？赖老师怎么看？首先我觉得川普讲的那个他发的密令没有意义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因为他的前提是他如果被暗杀死了，那他已经有密令了，密令就会生效。问题是谁来执行？因为你要把伊朗从地球表面抹掉，你除了核弹以外，核战没有可能。那问题就是你继任者范斯怎么可能说对伊朗8800万人发动核战，去把这个8800万人都杀光？这怎么可能？而且伊朗旁边周边接近的国家，包括这个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他们都要受到核战的这个影响波及，怎么可能？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川普讲那句话是空话，因为范斯即使接了代理总统，他也不会去执行这个川普的这个密令，把这个伊朗从地球抹平。所以这个是讲幼稚的话，很幼稚，3岁小孩讲的话没有意义。而讲的这句话会不会就把伊朗吓死了？也不会。但是你看美国现在的动作，把爱国者导弹、把萨德系统，它都是防空的防空系统装上去，把这个雷射反导无人机的系统装过去，这个都是属于防卫性的。防卫什么？当然就是要防卫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很多不管是在卡达、在科威特，到处都有这些军事基地。那问题就在于，因为伊朗已经证明他有能力很准确的打击到美国设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就是不管是采用这种中程的精准式的超高音速的导弹，或者是采用无人机，都可以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要把这个防卫性的武器放到这边来，所以这是防卫性的，不是攻击性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攻击性的东西。您提到了有关于 F-15战机向中东集结25架，美国去抓一个马杜罗，一个人跟他太太2个人，一男一女，就抓这个马杜罗，他就要出动航母战斗群，而且是最先进的航母战斗群福特舰，然后出动多少战机呢？150架的战机，不是架次，是150架，包括 F-22，包括 F-35，包括 F-16，包括 F-18，包括空中预警机，还有包括电子干扰机，再加上无以胜数的空中这个无人机。你想想看，150架战机浩浩荡荡的跑去了委内瑞拉，才抓2个人。你要用这些战机，就要把160万平方公里的伊朗，有8800万人口，革命卫队就已经将近20万人，民兵还有60万人的这个大军，你说要用这一些一个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再加上这几架战机，然后就要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打击，你不要，你姿态也摆认真一点，我就会觉得。川普，你认真一点，你真的认真一点。你在委内瑞拉你都搞这么大阵仗的，你到伊朗这个摆这个阵仗没有意义。那以色列说我用7000枚导弹打你，他这个是威胁性的。为什么威胁？就是你不要打我，我没有要打你，本来就是这个川普要打你，我还劝他不要打你，但是你不要打我，我没有要打你，这代表什么？代表
以色列只是说，如果你真的打我，我就7000枚导弹来伺候你。那这个还是威胁性，这代表什么？以色列并不支持川普在这一次对伊朗所发动的战争。好，所以以色列先喊话啦，就是做一个防御性。他说7000枚的导弹准备对准的是伊朗。那他也说了，你伊朗啊，随时打来700枚都没关系，我们都做好准备了。有没有可能现在看起来伊朗跟以色列谁会先发制人？委员又怎么看？谁会先发制人啊？应该要看美国怎么发制啊，跟以色列、伊朗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以色列能不能承受得住700枚到1000枚的弹道导弹的攻击啊？这个以色列自己来盘算，大概拦截个80%左右，还有200多枚可能会击中。那击中的时候是击中了重要的地方还是不重要的地方？上一次大概有1/10会击中重要的地方，9%击不中那个重要的地点啊。那这样的一个攻击，以色列要不要承受？这以色列自己盘算。那从美国来讲，客观的来说的话，现在美国攻击伊朗几乎是最好的时机，最好的时机，对哈，因为他战略上不会去说我要消灭8000万人啊，或者什么革命卫队，他战略上只有2个，第一个把所有的这些伊朗的教士集团的头大概50个全部铲除，有没有这个能力？要看到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准不准啊。如果像珍珠党的话，那准得不得了。那是50个教士集团头子可能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这政权都改变了。第二个，革命卫队大概就50个头，这50个头如果一夜之间被消失，像那个叙利亚民兵一样，那就解决了。所以看他到底情报有多准，如果情报不准的话，那可能还要来个第2次、第3次那就有的精彩了哈。所以他的战略目的就是一方面，如果防卫以色列被击中的几率不要太高，防卫美国的军事基地被击中的几率不要太高那伊朗当然有很多的飞弹导弹，可是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太厉害。为什么？因为打以色列的弹道导弹它基本上是所谓的液态燃料，液态燃料很讨厌，加油啊，加燃料要加个1-2个小时才能够发射，它不是固态拉出来马上能够发射，这一点是它的短板所以液态的比较容易侦测那上一次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基本上美军跟英军没有出手，没有空中拦截，所以才比较容易打得中，而且量很大，以色列超出以色列所囤的导弹的数量。那如果以色列真的有7000枚对700枚，不要以色列那场谣，要说我就干了为什么？因为目的不是要消灭伊朗，目的要铲除教士政权。这个教士政权的满清末年了，坦白讲撑不下去了撑不下去那至于刚才厉将军有提到说中国会不会介入，不会的啦，中国没那么笨就扶持一个满清末年的王朝，绝对不可能嘛。何况那些武器都要中国自己去操作，那你去得罪美国，那是中国有本事连台湾都不敢这样打了，还敢去帮伊朗打，不是我笑他，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过，在台湾都不敢打，怎么可能去帮伊朗打？不可能。好，谢谢委员。中东的死亡海峡正式的开战了。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伊朗现在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布满了水雷跟它的自杀快艇。美军的部分扫雷是否跟得上，是否慢一拍呢？我们今天也会关心，现在整个荷姆兹海峡已经变成全球最危险的海上战场了。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因为这个最新的消息是来自于 CNN 西方媒体的报道，伊朗现在已经在荷姆兹海峡大规模的布雷了。情报指出，伊朗是有能力在这个航道上面投放数百枚水雷的。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说法，我们还有28艘的潜艇接下来的6000枚的水梅是随时做待命。而就在录影前，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来自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最新消息，已经收到了报告，说有一艘货轮在荷姆兹海峡遭到了不明的飞行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那么该船已经正式的请求援助，现在这些船员生死未卜，正在进行撤离当中。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伊朗革命卫队现在也发出了一个最新的警告：美以你在搞事，1公升的油你也别想再运出去，也直接跟川普发出了威胁，小心不要自己被歼灭了。伊朗继续的说，他说宣布驱逐美国跟以色列在这边的大使，军舰接下来可以无限期的
通行荷姆兹海峡里面，伊朗自己的军队可以，也正式的是等于宣告了这个海峡的主宰权在伊朗的手上。我们看到美国又是怎么说的？川普现在最新要求伊朗立刻的移除这一些布雷的水雷，否则会面临严重的军事后果。如果敢封锁海峡，美国将会20倍的对你加以奉还。那确实，美方也已经祭出了最新的军事上面的行动，摧毁了在荷姆兹海峡上面的伊朗海军舰艇，其中包括了16艘的布雷船。那么我们现在也要来看到的是，美国现在确实在荷姆兹海峡面临许多的压力哦，就是因为现在它的扫雷的能力恐怕也撑不起这一场海上的博弈，因为我们看到整体来看到伊朗在海上的部署有哪一些，还有海底跟陆上，海面上有自杀快艇跟它的布雷艇，现在密布在这个上面，海底还布了水雷，再来看到空中还有无人机监控跟寄出攻击，岸上更部署了反舰飞弹等等。也就是说，一旦美军的护卫游轮进入到这个海峡，可能面临的就是多重的火力网四面楚歌。水雷只要一旦引爆，那么游轮连锁的爆炸的效应可能再起。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现在伊朗等于在这个海峡上面布了各种的武器，刚刚提到的自杀快艇到布雷艇到水雷、反舰飞弹等等，这个多层的海峡防御网，美军如果强行突破，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吗？荷姆兹海峡现在已经正式的变成战场了吗？干哥怎么看？好，仔细看一个数据，说6000枚水雷随时待命。我说不要6000枚了，60枚你头就痛，你知道为什么吗？水雷是最难扫的一样工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常常会听到地雷，对不对？地雷其实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之中，就是人员杀伤雷，它是埋在地底下的，那个已经很难清了。如果它是水雷，它会更难清。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可能看过那个电影，就是说，有一个大大的很多刺，然后布在那个海面的下面一点点，然后用那个铁链绑起来。那是2次大战旧的水雷的你的印象。现在的水雷不但轻，而且质量轻、密度高。然后呢，它分2种，一种是什么？一种叫细流雷，就是我刚才讲的，它会有一个铁链绑住，但是它质量都很轻的。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漂流雷，它飘哪里去你根本不知道。光60枚你丢下去很容易啊，为什么？可以用直升机布雷，可以用快艇布雷，还可以用军舰布雷等等。你还可以用帆船啊，只要是那种一般的那种民用的帆船啊，它载了几颗，它因为那是很简单的，它是一个就是很笨的一个武器就对了，只要丢到海里去，它自然就会发出磁性。然后呢，美军的军舰全部都是钢制的，所以它会发出磁性。只要地雷、水雷接收到那个讯号的话，你进发。它就会爆炸，就这么简单。所以水雷的效用是在这个地方。2次大战，英国在挪威峡湾布放了很多水雷，就是要遏制它的无敌战舰啊，叫铁臂之号开出挪威峡湾。那对于像这样子的武器，我跟你讲，荷姆兹海峡只有33公里，那么窄而已，跟我们台湾海峡那个宽度啊，还要更窄得多。所以你知道。沿线的，从波斯湾沿线下来的这些国家都是产油国，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伊朗本身。再走过来就是荷姆兹海峡，再走出去是哪里？就是阿曼湾，然后再到了大海、阿拉伯海，这样这个油轮它才能够干嘛？把油运到全世界去。如果它在荷姆兹海峡，它就触礁，不是触礁，被爆破了。他如果说他受伤，通常1枚水雷只能够在船底打一个洞。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油轮都是超级油轮，那都超过10万吨。你用水雷你打不成它，除非用鱼雷或飞弹，你打不成它。但是它只要摊在荷姆兹海峡，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整个企业、整个全球经济的障碍。为什么？它堵住了。所以只要它能够堵住，我伊朗的那个任务就达成了，我的目的就达成了。所以现在好，那我们就讲川普说我们来护航任务。我告诉你，护航任务要怕的不是这些油轮，是美国自己的军舰本身，他怕死了。
航空母舰绝对不能够进到荷姆兹海峡里面去，因为那个叫有去无回。我不知道在里面准备了什么东西。是除了水雷之外，我要是被水雷误伤，那还是小事。我刚才讲过，航空母舰也是10万吨的，你打不成它。但是你要碰到见证者无人机的话，那可以饱和攻击。所以荷姆兹海峡它不会进去。但是你在外面的时候，我请问你一下，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就都是伯克级哈，都是神盾舰，这些神盾舰都是1万吨的大船，他们只要碰上了一颗水雷之后，它一样也不能动。所以你知道扫雷舰的要求很高，它是什么？它是塑钢的船体，它不能带磁的。所以以前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台湾发生的庆富案？那个庆富案就是那个他根本从来没有造过扫雷舰，他根本没有那个 know how， 他就跟国防部讲说，跟海军讲说我能够造，这个瞒天大谎。那现在美国你知道只有多少艘扫雷舰吗？3艘，只有3艘，叫做 Revenger 复仇者级，只有3艘而已。还有另外一种最新的叫纳瓦河级，还没有造出来。所以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战力分析给大家听了。美国的扫雷能力比日本远远不如，日本是全世界最强的扫雷国家，他们从2次大战就开始注重扫雷，为什么？因为它是整个环海的，你应该请日本海军来帮忙请日本海军到荷姆兹海峡来帮忙，他们非常会扫雷。可是美国自己本身没有扫雷的能力，所以拜托不要用军舰来护航。等一下你的触雷之后，军舰自己本身都倒霉啊，这个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好，那我们刚刚因为也有提到最新消息嘛，这是来自于英国办公室这边说的，有一艘货轮在荷姆兹海峡被攻击，现在这起事件持续的在升温，荷姆兹海峡现在看起来已经越来越严重，变成了海上战场吗？岳老师怎么看？找日本过来帮忙扫雷也没有用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荷姆兹海峡离伊朗太近。大家知道什么叫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最长的地方才90公里，最浅的地方的话呢33公里啊！而且实际上它的那个靠近伊朗那边岸的话呢，水非常浅啊，所以伊朗的话呢，它就是你们讲到说水下地雷、布雷的船的话，伊朗就有搞出6000颗水雷啊！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近啊。然后自杀快艇是无人的，无人快艇的话，你来了船，它派出去，那等于是活动的水雷啊，那更不得了啊，对不对？你看到了就讲。然后第3个岸基飞弹，什么叫岸基飞弹？岸基还有火炮啊，它太近了。这个火炮一般来讲的话，打到100公里以内就很容易。它整个荷姆兹海峡完全在伊朗的涉及境内。那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伊朗这种不活了、鱼死网破了，大家一起同归于尽？大家不要忘了，伊朗也是产油的国家，他自己的船也要透过荷姆兹海峡出来啊，对不对？好，现在的话呢，这里面有3个部分大家需要了解。首先，第一个，伊朗真的很生气啊。那个哈梅尼耶的话呢，哈梅尼耶的话呢，就是被杀掉以后，现在就为什么选择他的2儿子啊？穆贾什巴啊。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伊朗全国上下都非常生气，这个宗教国家的生气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然后第2点的话呢，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一开始对伊朗的时候狂轰滥炸，到目前为止只会以暴制暴的结果，那伊朗现在就决定跟你搞个鱼死网破。荷姆兹海峡是不能够封的。为什么？里面牵涉到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有人现在都降低这种弹的比例啊，其实严格来讲，它是至少25%。大家现在说只有20%，其实我听到的是有时候到达33%。为什么？因为中东地区它不但是油，而且是气。你要搞清楚，就是说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输油输气的国家都在这个区域，然后这个地形一打开，它一定要经过荷姆兹海峡。另外一边的话呢，红海也是在胡塞武装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两边的话几乎都没有任何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发觉这一招有用，就是说他这个同归于尽，讲起来连我们在座都影响到因为就是说大家一起死啊，最惨的就是韩国、日本加上台湾啊，大陆可能有它的能源的分散区域啊。然后第3个原因更重要的是，美国本身讲不清楚他们到底要干嘛。然后真的我到现在我问了很多人只差求神问卜而已，就是说美国到底在干嘛你跟着以色列去搞这个干什么？人家以色列讲起来，伊朗是最大威胁，你美国根本没有这个压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搞不清楚，然后慢慢被识破手脚。这场战争不能拖到今天11天的时候，伊朗、俄罗斯、中国
甚至连北韩都看清楚了，就是把你拉住，就是把你拖住，让全世界一起下沉，让你产生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大家就会觉得说，美国要扫雷啦，美国要释出它的这个战备储存油啊，美国要想办法要对伊朗威胁，要无条件投降啊。这个原来不关美国的事啊，原来本来没有影响这个事情啊。我甚至可以讲说，这个在这个，等一下建中老师会讲得更清楚，在这个发生战争之前，台湾的股市好得不得了啊，现在突然一下完全变了，现在每天都非常的稳，就 volatile 啊。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上上下下摆动。好，确实哦，现在伊朗祭出了这个荷姆兹海峡，在这边布雷这一招哦，希望给全世界都压力，并且对美以施压。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这个伊朗他也是看准美军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这边做这个扫雷的动作，其实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在扫雷的能力跟速度上，其实都跟不上伊朗的速度。我们先来提到伊朗这个美军的扫雷能力，为什么说严重不足？如同干哥帮我们提到的，现在呢，其实美军手上只有3艘的滨海战斗舰是可以做扫雷的。然后呢，如果这些扫雷装备是装在上面的话，等于就装不下防空武器了。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在扫雷的时候，军舰就会变成活靶子。再来就是速度的部分，美军一天最多只能清除50到100枚的水雷，但是伊朗一天可以布雷达到了700颗，将近已经是，如果是以100来做计算的话，将近已经是7倍了。那么靠的就是它有20艘的小型的潜艇跟3艘的大型潜艇，都可以一天3趟不断的去布雷。换句话说，伊朗的布雷速度是远超过美军的布雷速度的。怎么看这场水雷战？美军打得下去吗？聂老师怎么看？单纯谈水雷战，当然美军当然打不下去嘛，这个真的是差非常大。这个伊朗呢，这个对荷姆斯海峡对他来讲哈，不管21海里、33公里，这个最短的地方，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有的战术战略的重要的说不好听，就是他们战略武器啊。他们用这个是可以真的牵制到世界，包括我们讲说我们现在东方所有的人员、天然气所受的伤害。但不管怎么说，它不是随便要封锁。这是他的武器，他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很清楚，他的现在的敌人就是真的已经火力全开的。除了以前以色列，就是背后的这个父亲就是老爸就是美国嘛。当然，这个川普呢，他就特别的执意要去打。刚才那个苑教授讲到，真的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打，但是我等一下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要打。而这次有一个很大的逻辑问题啊，我等一下讲一下。你说美国会不会赢？当然不会赢，但是这是定义问题，也不算不赢啊，因为你知道川普的个性。他不是那个 Apprentice， 他有3招吗？第一个攻击再攻击，他玩梭哈，你知道都是先丢大牌，我多厉害，我全世界第一，我先吓死你，叫你不敢动，来跟我谈和平协议，我要4个理由，前2个理由就是他一定要达到的终极目标，他完全没达到，他现在就要退缩了，不是很塔口吗？他真的这次是标准塔口了。你知道美国是很奇怪、很特别的，它是自以前到现在能够让它越来越强大，就做兵工厂，然后全部用代理人战争。别的地方打，像俄乌就是这样，他能够一直在后面 support 你乌克兰，他人就不要出去。这次还真的就去了，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打伊朗。真的他对伊朗痛恨到这样吗？不是，其实有真正的很重要的原因。我先讲一下 ，Apprentice 讲他就是攻击再攻击。第2个叫永不认输嘛，那第3个叫死不认错嘛。大家都知道这3个名言就是属于川普的。他已经输了，但他不能认输。他原来觉得他一天，跟委内瑞拉一样，就可以把那个首领斩掉。他是已经斩首没错，他不知道整个伊朗的神权精神加上民族主义之间结合在一起，就算反对派也都没办法接受你把我父母杀了。这个问题很大，他才发现他错了。他原来一天就说4天5天可以解决，就打了10天之后，他说战争快结束了。他到底打什么咋结束？他理由很简单，我打了5000多个点。5000多又怎么样？他的终极目标4个里面最重要2个，其实就是核计划、核能力。所有的核设施可能要全部毁灭吗？你去年钻地弹不是钻60公尺，不是要炸到核吗？结果没有成功，这次就一定做得到，他一直很有信心。第2个是导弹啊，尤其长程导弹，它导弹已经研发到，因为伊朗的攻击力量是很强，以色列是因为靠美国，那它有一个金囧是可以防范没有错。可是你知道，它可以用，你这一次大家很清楚啊，用便宜的无人机
或者有的人就可以用你很贵的什么爱国者飞弹去打掉，你知道？几百倍的军力去打，他已经消耗到了所有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消耗战。美国就被消耗很惨，以色列也消耗很惨。所以你知道，伊朗还有很好的战术，也就是在你把他的首领杀了以后，他们有没有认输？他们其实知道自己不太可能会赢，但他也不愿意输得很难看，他必须全力反击。所以我觉得这件最严重的就是川普绕到了一个逻辑的问题。他说我要停战了，伊朗说我没有要停。那我为什么要停战？因为我打了5000多个点，我够了。其实你要知道为什么他要有2个目标，第一个长程飞弹，第二个是核设施。因为你看北韩就知道，他敢动北韩吗？敢动金小胖吗？因为北韩就是有长程飞弹，也就是有洲际飞弹，也就是因为有核设施，美国动都不敢动。伊朗他就是怕他走到这一步，所以历任总统都是怕，没有人敢震动。川普他自己以为他很大，我们军事力量多强，世界第一，我要去制裁你4天就搞定了。结果后来讲，可能要打久一点哦，所以发觉被消耗得很惨。他后面你知道武器的制造已经完全制造业空洞化，他不知道怎么去support他后面武器，还有他未来还要想到他未来的假想敌还要需要更多的枪炮弹药。他发觉先打完了或打掉一部分，他根本没办法应付啊，飞机或者军舰也打掉，他怎么办？你看他1艘、2艘、3艘航母去，请问连伊朗他都没有办法这样子完全照着他的牌来出牌，他的未来我觉得真的很危险。你看最近你不是觉得人员局长他们还自己觉得很厉害，说你看我听到消息了，我们有海军真的美国就那边护了1艘船过去了，结果后来被自己打脸，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根本就没有，他过去有这个实力啊，对，他过去的力量够啊，其实到川普没有了，但川普是声音大，你知道吗？他这种是很会喊话的，所以说你叫川普说他现在还在讲要求伊朗要怎么讲，他现在怎么要求？他原来要求的和平前沿都不答应，你现在把人家打得那么惨。还告诉人家说，我要求你停火，我就有20倍军力。他现在自己怕，但是他会在说他的牌已经没了，他会故意先亮出一个大牌，其实他已经没有大牌了，而对方先亮小牌越来越大，他越来越害怕，然后就喊我还有哦，我还有更大牌哦，要吓对方。我跟你讲，这已经他口了。